最近澳元在国际汇市中表现异常强劲，主要得益于澳洲国内极其亮眼的就业数据。12月新增就业 6.5万人，以及失业率意外降至 4.1%， 这直接点燃了市场对澳洲央行在2月或5月加息的预期。澳元对美元目前已成功突破 0.69 阻力位，并随着美联储政策进入观望期，利差优势正推动汇价向 0.7 的心理大关靠拢。即便短期 RSI 指标显示超买，整体多头趋势依旧稳固。与此同时，澳元对人民币也随之水涨船高，从1月初的 4.67 一路攀升至 4.82 附近，这反映了人民币在相对宽松政策下对强势澳元的被动走弱。只要大宗商品需求维持平稳，且澳洲加息预期未消退，澳元对人民币短期内预计将在 4.75 至 4.85 区间高位运行。需密切留意2月初澳洲央行政策会议是否会释放转鸽信号。如果你现在打算去澳洲旅游，发现机票酒店贵到离谱；如果你是留学生家长，看住学费汇率心在滴血；又或者你跟我一样，一直在寻找那个能让你资产翻倍的财富密码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是你今年最值钱的时间。我不跟你讲那些听不懂的金融术语，我只讲这场正在发生的澳洲钱袋子保卫战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澳元突然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冲，也会揭秘我们普通人怎么在这波涨势中分一杯羹。一定要看到最后，我会在影片结束前送你一个2026汇率避险全攻略的私藏工具包，这是我自己都在用的省钱赚钱黑科技，外面买不到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还有一个 bonus 要送给你。很多人问我，澳洲不就是卖羊毛卖牛肉的吗？为什么它的汇率涨得比谁都凶？老实说，几年前我也这么想，直到有一次我亲自去了一趟西澳的矿区，在那里我看到那些几层楼高的巨型卡车装载着红褐色的铁矿石，没日没夜的运往港口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澳洲不是一个国家，它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工地供应站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全世界都在盖房子、造电动车、升级电网，他们最缺什么？缺铁、缺煤、缺锂、缺铜，而这些东西澳洲满地都是。当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，全世界的买家都必须先换成澳元，才能买到澳洲的矿产。这就是人性最基本的规律，当大家都抢着要一样东西时，那样东西就会变贵。2023年底，我朋友看准了全球新能源转型，跟我说澳元会因为锂矿需求爆发而反弹。当时我犹豫了，觉得汇率太波动。结果呢，随着几大经济体开始重启基建，澳洲出口数据直接爆表，澳元汇率应声而起。我眼看住汇率从 4.6 一路冲向5以上。你可以不投资矿业，但你不能不懂商品货币的逻辑。只要全球还需要建设，澳洲手里的这些石头就是换取财富的硬通货。如果你只是个普通消费者，你可能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以前你在澳洲官网买2双护脊鞋或几瓶保健品，换算下来才几百块人民币，现在汇率一涨，等于全店自动加价 10%。想去大堡礁潜水，去墨尔本喝咖啡，同样的1000澳元预算，去年你可能只需要花4600元，现在可能要掏5100元，这500元的差价够你在悉尼吃顿好的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懂汇率。汇率不是数字，它是你的劳动成果在国际市场上的折扣率。很多人看汇率，总觉得那是随机跳动的数字，但我告诉你，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大国之间、银行之间的抢钱大赛。谁的利息高，全世界的钱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往哪里冲。澳洲央行为什么这么硬？你可能听说美国、欧洲都在喊住要降息了，但澳洲央行却像个固执的老头，死守住高利率不放。为什么？澳洲央行的老板们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利息降得太快，澳洲境内的物价，尤其是房租和人工，会立刻喷发。为了压住这团火，他们宁愿让贷款的人辛苦一点，也要维持高利率。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利差优势。我那位在澳洲存钱的叔叔，我有一个亲戚在澳洲生活，前2年利息低的时候，他把钱放在银行几乎没收益，但最近他兴奋地跟我打电话，说他把一笔闲钱做定存，利息居然能到 4.5%、5% 左右。想象一下，当美国利息开始往下走，澳洲利息还挂在高位，你是投资者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肯定会把美元卖掉，换成澳元存进澳洲的银行。这就是套利交易。当全世界的聪明钱都往澳洲跑的时候，澳元不涨才怪。那我们如何利用利差躺住赚呀？这里我要揭露一个关于贪婪的小秘密。很多人理财只会买股票，
累得要死，还要担惊受怕，但高手都在玩利差、定存与债券。如果你手里有澳元，现在不是急住换回人民币或港币的时候，锁定高利率的定存或者是澳洲国债，本质上是在吃澳洲央行给你的红利。外汇市场的买入并持有，当澳元对其他货币，比如日元，有明显利差时，你持有澳元每一天其实都在赚取利息差额，这就是俗称的收租。但别高兴太早，高利率也是一把双刃剑，留学生的噩梦，汇率涨了，学费贵了，利率高了，你在澳洲租房的房东因为要还更高的房贷，转头就会涨你的房租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跨境购物的冷思考，以前你觉得澳洲产品便宜，是因为澳元处于低洼地，现在这个洼地正在被填平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明年有留学或大额支出的需求，现在千万不要赌它会暴跌。在这种强大的利差支撑下，澳元的底盘非常稳。如果你现在问我，澳元现在冲到2026年的高位了，我现在买会不会被套牢？我的回答是，如果你还在用去年的思维看现在的汇率，你一定会错过这波红利。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转折点，现在是2026年初，我手边最新的数据显示，澳元对美元已经稳稳站上了 0.69 甚至挑战 0.7 的关口。为什么2026年澳元易涨难跌？这里有3个不能说的秘密，决定了2026年的走势。1. 利率的死亡交叉，你发现了吗？美联储为了救经济，今年预计还要再降息2次，而澳洲央行呢？因为澳洲内部的通膨还是很顽固，现在市场都在猜，澳洲央行今年非但不降，甚至可能在2月份、5月份再加息1次，资金永远往高利息的地方跑。当全球都在降息，只有澳洲还在加息或维持高位时，澳元就成了全球资金的避风港。2. 中国与大宗商品的 V 型复苏。2026年全球对铜、锂、金的需求不减反增，尤其是金价和银价最近疯涨。澳洲作为全球重要的黄金生产国，这简直是老天爷往他口袋里塞钱，只要澳洲出口强劲，澳元就跌不下去。去年底我在雪梨市中心看到那些新盖的基础设施，还有火热的租屋市场，我当时就在想，澳洲的经济韧性比我想象中要强得多，汇率只是经济体温计，体温升高，说明它体内的能量正在喷发。如果你问我该如何布局，我不会给你推荐具体的股票，但我给你3个方向，这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上手的发财门路。1. 房地产的租屋是投资。2026年澳洲房价虽然涨势放缓，但租金收益率却创了新高。我的很多朋友现在玩一套新招，在布里斯本或珀斯这种租金爆发的城市买房收租，然后在雪梨租房生活，利用强势的澳元租金去抵消生活成本，这就是利用汇率和利率差在玩财富搬运。2. 澳元计价的理财产品。如果你手上有港币或美元，现在可以考虑分批转换成澳元。虽然现在汇率比去年贵，但2026年底的预测普遍看好澳元还会往上冲，甚至挑战对台币25到26的区间。3. 留学与消费的避险术。如果你是家长，别等学费单寄来了才去换汇。2026年的汇率波动会非常频繁，利用外汇远期合约或者简单点分批锁定汇率，看到小回调就买入，千万别赌它会跌回2年前的低点。既然我们已经看透了2026年的财富大势，现在我们要聊聊最接地气的部分。当澳元真的变贵了，我们的生活、旅行和留学到底该怎么应对？这波涨势对某些人来说是割肉，但对懂得玩规则的人来说却是捡钱的机会。很多人跟我抱怨，现在去澳洲感觉自己像个穷人。确实，当汇率从4冲到5，你每一口吃的、住的都在缩水。但别忘了，汇率是双向的，如果你能从消费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，这就是你的黄金时代。如果你是学生或者家长，别只盯着那昂贵的学费看。2026年的澳洲有一个极大的特点，缺人，而且工资极高。我有个学生朋友在墨尔本兼职，以前时薪20多澳元，换算下来不算惊人，但现在随着澳洲法定最低工资调升，加上澳元汇率走强，他周末去餐馆打工或做实习，换算回国币，时薪居然高达150到200元人民币。2026年，利用课余时间找一份正式的澳洲本地工作，你赚的是强势澳元，学费虽然涨了10%，但你的收入能力可能涨了20%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现在去澳洲半工半读或拿工签，其实比以前更划算。如果你计划2026年去澳洲旅游，看大堡礁或去乌鲁鲁，请记住这2点。
放弃购物中心，拥抱自然资源。既然汇率贵，就别去买那些全球连锁的奢侈品了，那在哪买都一样。澳洲最值钱的是阳光、空气和大海。去超市买几块澳洲顶级和牛，去公园免费烤肉，这才是最高性价比的旅行。善用预约心理，很多人贪便宜，想等汇率回调再订酒店。但我告诉你，2026年澳洲旅游火热，房价涨得比汇率还快。人性往往是买涨不买跌，现在锁定行程，其实是在规避未来更贵的风险。现在很多人还在代购澳洲奶粉、鱼油，但在强势澳元下，这些东西的到手价变贵了。我认识一个做代购的小姐姐，她现在转型了，她不再单纯卖产品，而是利用澳元强势的地位，反向操作。她开始把澳洲的小众设计师品牌，透过强大的品牌溢价卖往全球。如果你发现澳洲某样东西变贵了，这说明它的价值感在提升。与其抱怨贵，不如思考，我能不能成为这个品牌在国内的推广者，利用高汇率带来的高级感，这就是商业上的借势。人性中有一种本能叫损失厌恶，我们损失100块的痛苦，远大于得到100块的快乐。很多人看住澳元涨，心里难受，迟迟不敢换汇，结果越等越贵。我的建议是，2026年的波动是常态。如果你真的有刚需，分批建仓是唯一的解药。不要想着买在最低点，因为人性是贪婪的，你等不到最低点，只会等来下一个高点。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说明你已经打败了90%只会抱怨却不去研究底层逻辑的人。你的耐心和对财富的敏感度，已经让你站在了赢家的起跑线上。现在是2026年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利率、高汇率、高通膨的3高澳洲市场。在这个环境下，盲目冲进去就是送人头，精准布局才是王道。那2026年哪些能碰，哪些快跑？这是我个人操作的经验总结。2026投资红黑榜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参考。红榜值得布局，高息现金与定存，只要澳洲央行利息还在4%以上，澳元现金就是会下蛋的金鸡。别嫌存钱土，在波动的2026年，现金流就是你的护城河。澳洲蓝筹股，特别是银行与矿业，像 Commonwealth Bank、CBA 或 BHP 这种巨头，他们赚的是澳元，发的红利也是澳元。澳元涨，你的股价和分红双赚。大宗商品相关 ETF， 既然我们知道澳元走强是因为石头值钱，那直接布局跟铁、锂、铜相关的基金，这叫从源头节流。黑榜，小心陷阱，偏远地区的小户型公寓，别听中介忽悠说汇率涨了，房价就会暴涨。澳洲的房产价值在于地段，偏远地区的公寓在2026年的高利率下，持有成本极高，转手极难。2026年的波动很大，如果你玩的是高倍数的外汇杠杆，哪怕澳元长线看涨，一个小回调就能让你爆仓。记住，我们是要赚钱，不是要赌命。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的案例，我有个朋友，他儿子2026年要在悉尼读大学，他在2025年底澳元刚起步时，没有一次性把几年的学费都换了，而是做了一个定时定额换汇计划。他每个月雷打不动换3000澳元，涨也换，跌也换。到了现在2026年中，他的平均汇率远低于现在的市场价。这种对抗人性贪婪与恐惧的纪律性，才是他在这波涨势中没亏钱的原因。澳元的走强，本质上是全球资源格局的重新洗牌。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提醒，你的资产不能只有一种货币，学会利用大宗商品，利用利差，利用澳洲的经济韧性来对冲你的生活风险。这就是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的最大的收获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这份2026汇率避险全攻略你一定要收好。首先是小白也能秒懂的3色预警表，你不用去读几十页的央行报告，只要盯住澳洲央行公告里的关键词。如果看到 restrictive 限制性或 further hike 进一步加息这类红标词，代表汇率还要涨，千万别等，赶快换汇。如果看到 hold 维持或 data dependent 取决于数据这类黄标词，代表汇率会横盘震荡，适合分批买入分散成本。若是看到 easing 宽松或 rate cut 降息这类绿标词，那就代表汇率要跌了，可以先收手，等低位再买。接着是3个避险黑科技工具，第一是分批锁定法，把你的需求分成12份，每个月固定换，这能帮你把成本锁在年度平均线，避免买在最高点的崩溃。第二是善用挂单工具，在 App 设定理想价格，让系统半夜帮你自动成交捡便宜。第三是利用多币种账户，趁回落时存进去，吃4%以上的高利息，赚汇率也赚利差。最后是2026省钱隐藏菜单，
既然汇率贵，就要从别的地方扣回来。旅游时要善用 GST 退税抵消汇率涨幅。留学生要关注2026年澳洲针对稀缺职业的区域补贴或校园汇率困难奖学金。跨境购物则优先选用实时汇率结算的电子支付。这套组合拳打下来，就算澳元再涨，你也照样能省出一大笔钱。很多人看澳元只会盯着那条汇率曲线，但我告诉你，2026年澳元最强大的支撑其实来自于去中心化资产的重新定位。随着全球对实物资产的集体焦虑，澳洲那地底下的铁矿、锂矿甚至是稀土，已经不再只是工业原料，它们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数位黄金。当全球政局不稳，大国之间在打贸易心理战的时候，澳洲这种政局相对稳定，家里又有矿的国家，它的货币会产生一种避险溢价。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澳元的走强，可能根本不看美联储的脸色，而是看全球谁更缺资源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大资金安全的投资者，你布局澳元不应该只是为了赚那点汇率差，而是要把澳元资产当作你全球资产配置里的抗通膨压舱石。当别国的货币因为债务危机或超发货币而缩水时，你手里的澳元资产因为有实物资源背书，它就是最硬的底牌。这套2026资产避险组合建议表的核心逻辑就是让你的钱在动荡中自动防御。首先，建议将40%的资金放在高息现金或货币基金，利用澳洲当时4%以上的高利率作为防御护城河，确保你在汇率暴涨时赚汇差，回调时手里还有子弹加仓。接着拨出30%配置在大宗商品龙头股，像是 BHP 或 Rio Tinto 这类资源巨头。因为澳元走强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些矿产变贵，买入股票等于直接持有实物资源背书，是抗通膨的最强武器。另外安排20%在通膨连结债券，当2026年物价压不下来时，这类债券的本金和利息会随 CPI 上调，作为极端环境下的保命钱。最后剩下的10%配置在黄金或其他避险资产，毕竟澳洲是产金大国，澳元与金价正相关。这份资金能帮你对冲地缘政治的突发风险。操作上你必须记住动态再平衡，避开没有现金流的投机股，并严密监控贸易政策的原则。如果澳元对美元冲破0.72大关，就要果断卖出部分锁定利润。这套组合能让你在追求资产增值的同时，拥有最强的抗压能力。最后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句真心话，虽然我们今天分析了这么多数据和趋势，但投资这件事，世界上永远没有绝对二字。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、经历和对市场的分析，这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具体的投资建议。汇率市场瞬息万变，受到的国际影响因素多到数不清，所以大家在做任何大额换汇或投资决定前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，冷静、独立的进行风险评估。记住那句话，入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赚钱不容易，守住钱包更是一门学问。好了，聊了这么久，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你觉得澳元在2026年真的能冲破5.5吗？或者是你最近因为澳元涨价，生活里遇到了什么让你肉疼的事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，你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认真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启发，请一定要帮我点赞、关注，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正在澳洲留学、旅游，或者正在关注投资机会的朋友。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输出钱货的最大动力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